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 YouTube channel。先给大家带来这支呢是我的第一支 vlog。我们要开车从布鲁克林去法拉盛，然后在法拉盛吃一天。法拉盛是纽约就是中餐里面北方菜最全的一个地方。大部分我们爱吃的都是就是小吃类的，所以我们不会坐在一个餐馆里面从头吃到尾，我们会就是打一枪换一地儿，然后移动式的吃这些东西。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和美妆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如果你是想看美妆类的话，你现在可以把这个关了。如果你是想跟我一块儿去吃吃喝喝的话，然后就继续看下去吧。今天去的这个店面呢，包括我点的东西，也都是我自己非常推荐的，并可能对就是整个大纽约地区或者是就是美东地区的小伙伴们会更有帮助。美西的小伙伴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就直接去 LA 了，就不用跑这么老远来吃东西了。我跟我老公都是北京人，所以我们基本上偏的口味都是北方菜。但是很可惜，就是布鲁克林那边的华人超市，就是很多北方的调料啊，或者是东西都不是很全，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定期的去法拉盛采购一趟。所以今天除了吃饭以外，我们还会去逛一下法拉盛的各种超市，然后看看有什么就是我那边没有的东西。好，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法拉盛。现在在法拉盛的一条比较主要的街道就是这个 Roosevelt Avenue 罗斯福大道。在那个一个就是复原现蒸肠粉店的门口，然后纽约肠粉其实很多，到处都能吃得到，但是就是这家这种现蒸的非常的少。对，每次我来都会排大队，所以我们现在先去其他的地方，然后等有空时候再回来。现在又到了这个法拉盛的这个新世界商城，新世界商城下面会有一个美食的 food court， 然后我们顺着这个电梯下去，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法拉盛小吃型的主战场。现在我在这家就是我最喜欢吃这个重庆小面的这家，我会在这儿点2碗重庆小面。其实并没有在国内吃过重庆小面，然后我是头一次吃重庆小面，就是在这家吃的。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重庆小面的味道，所以我每次都会就是买2碗重庆小面。我终于在这找了个座，今天人巨多的，然后就餐的环境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但真的我觉得原来在国内的时候还是觉得就是就餐环境是考量一个饭馆好不好最重要的原因，但是现在来美国之后真的觉得只要味道好够地道的话，环境怎么样真的无所谓。然后这就是我们等的这个重庆小面，特别的赞。然后它里面有黄豆，然后有花生，然后它是那种特别麻的那种香味儿，然后它里面是这种面，然后放在下面，然后上面码了一堆东西，然后我看它还有一些蘑菇在这里面。我每次来都会吃这个重庆小面，味道特别的回味。黄豆碎和这个花生碎在里面。现在继续走，跟我继续吃。我现在来到这是他们家这个麻辣烫，叫什么？老妈牌的这个麻辣香锅。这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一家麻辣香锅，他们家也有麻辣烫，但我觉得麻辣香锅做的更好吃一点。它这个价钱是8.5块每磅。我觉得基本上随便吃一下就能超过1磅了吧。你可以选择就是各种这些生的食物，然后它给你一起放在麻辣香锅里做。香巴拉的话我也经常来，但是我其实并没有点过他们家的吃的。我比较喜欢的他们家是这个老北京的酸奶，然后4杯是10块钱。我经常就是买4杯，然后带回家慢慢喝。它还有酸梅汤、鲜豆浆跟夏枯草，但是我还是最爱喝的是这个老北京的酸奶。这家鱼饺子也是我特别爱吃的一个地方，它都是手工现包的。在冬天的时候，我会买几个冷冻的，就是鱼饺子，然后回家吃。加这个郑州烩面，然后它虽然主要是做郑州烩面的，然后但是我老公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的拉皮儿。然后我买了一个那个河南的那家店的这个拉皮儿，特别的赞。
竟然买到这个，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是我最爱喝的酸梅汤，我从小就在北京的时候就喝这个酸梅汤。你知道这个信远斋的这个酸梅汤，我曾经在亚米网上看到过这个产品，然后还卖挺贵的，然后每一个人还限量买6个。我没想到就是法拉盛这边就直接就有卖的，我可能一会儿再去看看超市里面有没有整箱的，然后就是扛回去放在冰箱里慢慢喝。超级筋道，这凉皮真的是超级筋道，比鲜明吃的好吃100倍。它这个小面筋也特别好吃。但是我觉得那种凉皮就是说又筋道，然后又不硬的那种，其实就很难做出来。这种玻璃瓶就比塑料瓶好很多，这样它饮料在里面自己不会变味儿。我小时候会管这个东西叫小手雷，特别的好喝。这应该是一款就是桂花味儿特别浓的一个酸梅汤。我老公拿过来一个巨大的烤羊腿，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类似于馕的一个东西，然后这边是他们的酸奶，然后这边是他们这个胡萝卜沙拉，然后我们现在一块儿可以尝一下这个烤羊腿怎么样。这个羊肉先从这个羊腿上卸下来，超好吃的。啊，我老公现在准备啃了，就直接上手啃了，因为后面有点不太好切。好吃吗？好吃。香吗？巨大棒骨，有点像那个在奥兰多的那个游乐场里面那种火鸡腿的感觉，但是它其实是羊腿。超级香。刚才卸下来的肉不如这么啃的香。就是刚才我们买那个烤羊腿的那家，然后是完全清真的。它还有这个大盘鸡抓饭、羊腿抓饭，超级赞的。我们刚才吃的是那个烤羊腿，我们还没有吃羊腿抓饭，然后现在没有肚子了，我们就准备下次再过来吃。我们现在吃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现在在楼上的那个新世界商场的那个超市里面逛一逛。这里面的超市一般会比我们那儿全特别多，然后各种酱料什么的就是应有尽有，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过来采购一下。这个好欢螺螺蛳粉是按箱卖的，这个太霸气了，10个39块9毛9，每个3块9毛多，还算比较便宜吧。看到了这个就是椰树牌椰汁，这个大包装的还挺有意思的，我们那只有小包装的，然后它还有这种软包装的，我们那儿没有。我觉得这个可以来2桶的感觉。找到我就是朝思暮想的这个信远斋的这个小酸梅汤了，我超爱的。然后它是按箱卖的，然后每一个是1块9毛9，这个非常不错，我准备买1箱回去。我们看到了这个绿豆凉粉，这个太牛了，这能拿来做好多东西。这个绿豆凉粉太珍贵了，这我们那是绝对不可能买到的。现在还是特价，2块9毛9每一个。我们应该会买2个回去吧，然后做那个凉粉吃。买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就是六必居的这个干黄酱。干黄酱这个东西是做北京炸酱面必要的一个东西。除了它之外，当然还需要一些甜面酱了。但是就是六必居的这个干黄酱应该是最正宗的。我们那儿是没有卖的，所以我们会拿几袋这个六必居的黄酱走。这个零食的这块看到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红帽子的这个点心，然后现在只卖12块9毛9，还是挺便宜的，因为它是非常大的一盒红帽子，12种口味，26枚入。我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就是日本这个牌子的这个点心的。一般都会卖的比较贵，就1小盒可能就10几美金，然后在法拉盛的这个超市里面还是挺便宜的。看到了我超爱的这个 UCC 的这个速溶咖啡，然后就是最火的2个味道117跟114。就是如果你喜欢偏苦的话，就应该喝117；如果你喜欢偏酸的话，就应该买114。价格是13块9毛9，还是比较便宜的。我们
逛完超市之后呢，现在来到了这个羊肉串的这个527烧烤，然后它每一个串呢，尤其是这个羊肉串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那个牛筋串也特别好吃。我每次都会跟我老公就是点好几串，然后在这儿吃。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地方，它这里面有很多家，有奶茶呀，有别的台湾的东西。然后但是门口这家羊肉串真的是超级好吃。羊肉串来啦！这是他们家就是特别有名的这个牛筋串，3串羊肉串以及1个鱿鱼串。我要的是这种微辣的，然后我老公要的是比较辣的。我觉得来法拉盛就每次必须要吃到这个串，要么就觉得心里空荡荡。他们家这个羊肉串它是这种特别肥瘦相间的，就很少能在北美那个买到就是特别肥的羊肉。但羊肉串如果没有点肥的话就不好吃，所以我现在就来尝。我觉得太好吃了。这个要比街边那种就推车的烤要好吃很多。来法拉盛我一般都会来这家527烧烤来吃，他们家这个牛筋串挺好吃。他们家这个鱿鱼串用了不知道是种什么酱料，超级香的。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车上，然后准备离开法拉盛了。今天的收获还是很丰富的，然后我们吃了好几家的小吃，而且呢还买了点东西带回去。现在大概是5点多，我们前后大概吃了5个小时左右。这个总体的这个策略就是一边吃一边逛，就是你不能说你在那儿一直吃，然后你要一边吃一边走起来。所以我们相当于是把吃东西和逛超市是穿插着进行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小吃的店铺呢，我也会把它的地址都写在下面的那个 description box 里面。如果你喜欢我这期的节目的话，就请给我的视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